民国年间，四大御武者无不向往天下第一，齐聚中州，只为参加每3年1度的天下第一武林争霸赛。武林争霸赛正式开始，谁最先抢到天下第一的旗子，谁就是下一个天下第一。我来，小兄弟，我看你也才20出头，比武可不是小孩子玩闹。废话少说，拿下第一，我娘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。嚣张的小子，我来教教你怎么说话。别浪费时间，一起上吧。好！没想到一个不过20多岁的青年，竟然打败了四大域的所有高手。只要摘下旗子，他就是这一届最年轻的天下第一。天下第一，我来了！要摘旗，先打赢我。跟我打，你还不够格。我要跟上一届天下第一打。什么？他要跟赵前辈打？赵前辈可是连摘15届天下第一的旗子，至今无一人能撼动他的地位。赵前辈是中州公认的功夫第一人，这家伙就算有点实力，也不能在他面前口出狂言吧？这30年，赵前辈打败了无数高手，若不是他想给我们切磋的机会，争霸赛根本不需要举办。陈峰想要挑战他，未免太自负了。小子，你一个籍籍无名的后辈，竟敢挑战我爹，是吧？自古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只要我打败赵前辈，我就是货真价实的武林第一人。后生可畏，只可惜老夫年事已高，已不在乎这些虚名。天下第一的旗子，你摘了便是。不打赢你，怎么让天下人知道我的实力？怎么让这些鼠辈服气？爹！爹！是个怎样？还有谁不服？陈峰，你欺人太甚！我的手断了！如此靓丽！陈峰，你出手狠辣，力气太重，妄称天下第一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对待敌人出手就要快、准、狠，拳头才是真理。谁要不服，我就打到他服。从今天起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快刀陈峰便是天下第一。陈峰，你把事情做绝，不会得意太久的。娘，我回来了。
娘，娘，娘！娘！娘，告诉我谁干的？你到处争强斗狠，树敌无数，天下举目皆敌呀！答应娘，不要去寻仇，不要为了所谓的天下第一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你要好好活着，留一条血脉。真正的天下第一，不是争强斗狠，不是打败多少高手，是保护家国大义和需要你保护的人。娘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往后再不动武。从此，自封丹田经脉，江湖一干事宜，再不过问。兄弟们，抓紧干！等这批粮食酿出酒，我给大家放假3天。小疯子，早跟你说了，多叫个人一起搬，一直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这怎么行？没想到这个酒鬼竟然有这么大力气。是啊，5年前他来投奔老板娘，我还以为他就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没想到他一个人能干咱们6个人的活。你看他那副酒鬼的样子，这不是拖累老板娘吗？太好啊！算了，别跟个烂酒鬼一般见识，干活去。好。陈峰哥，陈峰哥，你怎么又空肚子喝酒？快吃个包子垫垫肚子，特意给你买的。快吃个包子垫垫肚子，特意给你买的。我不饿。给我打！住手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当然，只要你们杜家酒把它调红酿到配方了。你们死了这条心吗？酿酒配方，我是不会让给你。不给，那就接着给我砸！我劝你们赶紧交出配方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狗屁的皮肉之苦！把这些杂碎打出去！打出去！这小混混敢惹青龙帮的人，你们死定了！我们走，走！青龙帮的人，又是青龙帮，他们想要垄断南域酒水产业，不知道搞垮了多少家酒坊。酒没了，我去打酒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喝酒？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！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这可怎么办？阿龙、阿虎，大小姐，把大家都召集起来。是。
青龙帮强买强卖，恶意霸占市场，就差骑着咱们脖子上拉屎了。老板娘说的是，我还听说青龙帮做事心狠手辣，被他们盯上的酒铺都家破人亡了，咱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啊！就是，我也听说了，他们为了把知名酒坊的酿造方方算在自己手里谋利，烧杀抢劫，什么事儿都干。为了安全，酒坊暂时歇业，今天给大家提前发工钱，先回家躲躲。都是这个酒鬼出手激怒了青龙帮，不然也不会出这种事。好了，小风也是好心。再说了，就算他不出手，青龙帮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拿好，这是你的。老板娘，酒铺的生意这么好，就这么放弃了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是啊，他们垄断酒水，就是想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卖给洋人，再把洋人酿制的下水道泔水塞给我们，我们不能如他们的愿啊！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只要我们保护好配方，老祖宗的东西就不会改姓。可是你让我们走了，就剩您和大小姐，不是更危险？是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就剩你们2个女人，万一他们再来怎么办？我娘就是不想连累大家才解散酒坊的，大家拿上钱，快回家去吧，快回家去吧。小飞，我知道你无家可归，可是现在三姨自身难保，不能再连累你。对，陈峰哥，你快走吧，你快走吧。喂，酒鬼，你就算要在大小姐面前逞英雄，也得分时候吧？也不撒泡尿瞅瞅自己什么德行，癞蛤蟆还妄想吃天鹅肉！行了，听三姨的话，快走吧，都走吧。今天谁也别想走！走哪儿去？今天谁也走不了。彪哥，走哪儿去？今天谁也走不了。你叫沈什么来着？沈三娘。你这娘们儿倒是风韵犹存。你的人打了我的手下，有句古话，打狗还得看主人，听过吗？所以阁下是？听好了，本大爷便是青龙帮二帮主马天彪。小凤，等会儿一定要趁乱带着芊芊赶紧逃出去。这是要将自家女儿托付给一个废人吗？老板娘，马天彪不但心狠手辣，还有一身深不见底的功夫。早些年为了扩充地盘、抢夺商铺，不知道打伤打残多少人，甚至手底下都有不少人命。没想到青龙帮二帮主都亲自出马了，这下真的死定了。就算他声名显赫，又能怎么样？我就不信这么多人，他真敢都杀了啊！对，老板娘待我们不薄，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我给你们一条生路，一条死路。生路，我买你们的女儿红酿酒配方。除此之外，马帮主打算开多少价码？1块大洋，怎么样？很划算吧？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马帮主，还请你不要说戏言，不然搞得大家都很难办。难办，那就别办了。本帮主有个不好的习惯，只要心情不好就想打人。你们能让我心情好一些吗？你，还有你，这是想跟本帮主切磋一下武艺？月儿，答应娘，不要为了所谓的天下第一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你要好好活着。就知道这个烂酒鬼指望不上，我来。还有我。拳脚无眼，和本帮主动手，小心被废掉。姓马的，你别欺人太甚！今天就算倒在这儿，我们也不会让你动酒坊。没错，只要我们在，酒坊就在。既然你们不自量力，
不如加点彩头。你们杜家酒坊的任何人，只要能在我手底下撑过5个回合，我立刻走人。反之，不但要交出配方，就连这座酒坊也要归我。好，我答应。阿龙、阿虎，只能拼了。青龙帮今天势在必得，不打败他们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住口！就算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也比你这个只会惹事的烂酒鬼。别说你们2个垃圾联手，就算加上在场的所有人，也不是本张主的对手。不过你们要是愿意乖乖杜家酒坊跪着送到我手上，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们一条贱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家伙双腿紧绷，气劲缭绕，一看就是腿功了得，切记要守好下盘。还轮不到你这个废物指指点点。别说你们2个垃圾联手，就算加上在场的所有人，也不是本帮主的对手。不过你们要是愿意乖乖杜家酒坊跪着送到我手上，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们一条贱命。阿虎！还真是垃圾，不堪一击，连1个回合都撑不下来。你们这种货色，不就是浪费空气吗？马天彪，就算是比试，你何必下这么重的手？不废了他们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实力？怎么会怕？陈峰，我爹已经退位让贤，你为何还要咄咄逼人？不打赢你，怎么让天下人知道我的实力？怎么让这些鼠辈服气？放他们走，有什么事，冲我来。不，今天不交出配方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马天彪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哟，生气了？放心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不会动你们母女2人分毫的。反正早晚都是一家人。卑鄙无耻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亲自跟我打，撑过5个回合我走，撑不过，除了之前的赌注，我要他俩1双腿。老板娘，你不能答应他。是啊，以他的实力，你打不赢他的。马天彪，习武从来不只是恃强凌弱、争强斗狠，你根本不配做个武者。凤儿，真正的天下第一，不是争强斗狠，不是打败多少高手，是保护家国大义和需要你保护的人。芊芊，师娘连累你了，你快走，快！马天彪，今天我沈三娘就是死，也不会让你靠近酒坊半步。娘，哼，有种，那我就打到你服。从今天起，酒坊就是你的家，有三姨一口吃的，绝不会让你饿肚子。你怎么睡在这儿？你的身子骨弱，会着凉的。快把姜汤趁热喝了，别再着凉了。快放弃，不然你会死的！老板娘。小风，好强的劲道，完全不像个酒鬼废物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娘没事，
小风，这件事跟你无关，你快走。陈峰哥，你干什么？回来！蠢货，马天彪可是青龙帮二当家，是你空有一身蛮力就能对抗的吗？我们俩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上去送死吗？哼，本帮主一时大意，真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了。你刚才说只要撑过5个回合，就算我们赢。没错，我行走江湖多年，打死打残的不计其数，武功会真赢。一个废物能跟我打5个回合吗？能不能撑过是我的事。好，既然你不知死活，我就成全你。老板娘，等会儿我取了他的狗命，一定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和我作对。陈峰哥哥，他会杀了你的，你快回来！蠢货，现在不是你强出头的时候，你要是不想连累老板娘，就滚回来。我烂命一条，他能不能拿走还不一定呢。虽然被封印的丹田筋脉只能发挥2成功力，但撑住5回合应该问题不大。还有4个回合。陈峰，你死了不要紧，但别连累了我们。不，是2个回合，2回合内你死。我求求你别打了，陈峰哥哥，我求求你别打了。本人早就被我一脚毙命了，他竟能卸下我6成的力道。你居然会功夫！我不会，也不想伤人性命。敢戏耍我！今天不管你会不会功夫，老子都要送你上路！去死吧！怎么办啊？陈峰哥根本不是马天彪的对手啊！小风，你不想伤人，你一再忍让，只会让他变本加厉啊！好小子，我倒是小看了你。娘，你是想告诉我，天下第一不只是争强斗狠，而是保护想要保护的人吗？陈峰哥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，在生死关头竟然能挺身而出保护别人。我身为武林天下第一，为什么不能保护他们？啊！陈峰哥，他可是马天彪啊，你怎么能愣神呢？我就说他就是个莽夫。照他这个状态，我们所有人早晚都要毁在他手上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若天命如此，怪不得旁人。谢谢你，芊芊。接下来交给我吧。放心，早死晚死都得死。今天杜家酒坊的所有人都给你陪葬。还剩3个回合。3个回合，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接住我5个回合？我说的3个回合，不是撑住你的3个回合，是3个回合之内干掉你们所有人。你说什么？完了，今天彻底被这个废物害死了。他活该丹田，
不是应该内力尽散吗？怎么还会有如此强劲的冲击力？娘，陈峰哥不但接住了5招，还打败了马天彪。死在马天彪黑虎掏心下的高手比比皆是，陈峰就是个酒鬼，怎么能接住5个回合毫发未损？而且陈峰刚才还伤了丹田，难道小飞学过功夫？别得意的太早，你还没干掉我们呢！出拳快如闪电，指力刚劲有力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输了，我马天彪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儿。你想反悔？青龙帮办事老子说了算，不交出配方你们还得死。老虎架不住群狼，就算你再厉害，也打不过我们所有人。上！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谁？杜家酒坊风姐，你个卖苦力的臭伙计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内力？你！从今天起，不准你们再踏进酒坊一步。我不可能！龙啸9天，帮众立现，这是青龙帮的千里传音。陈峰是吧？有点功夫，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帮主来了，是不是还会像现在一样立得住？老板娘，雷帮主16岁一把开山刀创立了青龙帮，盘踞南域数10年，坐上青道的第1把交椅，青白两道任何人招惹他都没好下场啊！而且雷帮身边有雌雄双煞，手段阴毒，实力远超马天彪。如果他们也来了，那我们这些人……娘，怎么办啊？芊芊带着陈峰和兄弟们快走！娘，我们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！都怪陈峰，平日不多管事，今日偏偏掺和这场祸事，如今局面彻底失控。原本只是保不住九父，现在怕是性命都难以保全。许乱说，若无陈峰哥孝助，我和我娘现在早就被……娘，别废话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你们走不掉的，沈三娘，你就等着跟你酒坊这群废物一起陪葬吧。小小杜家酒坊，竟然让青龙帮弟子千里传音，请我亲自出马。帮主，他就是雷震天，为了掠夺资产，竟然如此明目张胆。废物，区杜家酒坊都搞不定，要你何用？属下无能，可是杜家酒坊的伙计。你就是杜家酒坊老板？正是。传闻杜老板风姿绰绰，甚是风骚，今日一见到，是传闻不虚。雷帮主说笑。青龙帮看上杜家酒坊的配方，是你们的荣幸啊！你不愿交出来？雷帮主见多识广，怎么看得上我们小酒铺的配方？可我不但看上了你们酒坊，还看上你了。南域这么多家酒府，只要我看上的，没有一家不乖乖把配方送到青龙帮。唯独你沈老板不但不交出配方，还打伤我的人。有话好说。现在想好好说了，晚了。你们现在只有2条路，要么交出配方和酒夫，要么跟酒夫一起消失。娘，要不就把酒夫给他们吧，总不能为了身外之物搭上这么多人性命吧？你懂。娘，要不就把酒夫给他们吧，总不能为了身外之物搭上这么多人性。抱歉，云帮主。恕难从命。哼，既然巧夺不成，那我就豪夺。柳媚阳，3个回合后，我不希望他们还有人站着，我要他亲自把酿酒配方和酒坊地契送到青龙帮。是。他就是刺杀柳媚瑶。听说他出手阴毒狠辣，
被他伤过的人无不痛苦万分。他出手，我们绝无活路啊！雷震天身边2大护卫雌雄双煞，巡煞铁牛是第1高手，此煞柳媚瑶位列第2。娘，我们连马天布这种第3高手都打不过，怎么对付得了第2高手啊？不要冲动，大家开门做生意，无非是求财。这是泰丰银行存支，请收一下。这些钱就当请兄弟们喝杯茶了，还请帮主高抬贵手。100块大洋。好，钱我收了。多谢雷帮主。别急着谢，答应柳媚娘的人。好新鲜的咸腥味儿啊！柳媚娘，小心那个邋遢伙计，他出手很快，小心找到他的道。伙计，住口！没用的东西。帮主，他真的不好对付。你们所有人，不管是谁击退柳媚娘，都可以活命，并且我可以留下9副。只留下9副，这不是还要抢我们的配方吗？你们还要不要脸？飞仙，退下！哼哼，小姑娘，不要得寸进尺。若不是看你娘识趣，别说酒场，就连你们的命我也拿的。小孩子乱说话，请雷帮主见谅。老板娘，还是我来吧。你们刚才都受伤了，还是我来。可是你也受伤了，我皮糙肉厚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别急，一个一个的死。欺人太甚！不堪一击，都退下！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我来。娘，老板娘，你不能冒险。若是杜老板上的话，我倒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不是，要是让我输他了，我倒是可以放你一马。三姨，我来。陈峰，我知道你出手快，可是一山更比一山高。柳媚娘的刀出神入化，10个你也不是他对手。没错，就算你能打败马天彪，但未必是柳媚娘的对手。别给老板娘添乱。你们这么说，我倒更有兴趣比划比划。小凤，你丹田受损，我不能再让你冒险。刀剑无眼，你们可要想清楚了。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事，别白白搭上一条小命。你之前说只要击退柳牧阳就放过他们，留下酒铺。对，我说过。我还说过，你服侍我，我同样放过他们，留下酒坊。我选击退柳媚娘。哼，还真是不知死活。就凭你也想击退我？娘！老板娘，你打不过他的。柳媚娘只出了2分力，三姨就已经招架不住了。若她出全力，娘，别打了。老板娘，他是想让你活活流干血而亡啊！你认输吧。我还能坚持。娘，这个女人老是老点倒蛮有趣，居然豁出命保个破酒坊。帮主，他们要是赢了，咱们真要放弃酒坊。张会总长交代过，必须拿下所有酒坊，就算他赢了酒坊，我也拿定了。哦，娘，老板娘，看是我的剑快，还是你的血多？陈峰，刚才你不出手，现在逞什么能？你刚才只是侥幸赢了马天彪，你以为你还能靠侥幸赢了柳媚娘吗？又是这个臭伙计！小伙计有2下子。你就是被这个小伙计搞得这么狼狈。帮主，这个小伙计邪门的很。我就不信还有人邪得过我柳媚娘。你刚才说击退他，
你们就退出酒坊，我做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可是我说的是杜老板击退他，我们就撤出酒坊。要是你的话，得打赢才算。你们说话不算话！小风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不能跟他硬碰硬。三姨，以前我没能保护好我娘，现在我不能连你也保护不了。来吧！陈峰这个烂酒鬼真的会功夫。柳媚娘，你要是拿不下这个臭伙计，别再称慈煞了。我输了。废物，坐下！娘，陈峰哥打败柳媚娘了，他打败第2大高手了。别高兴得太早了，铁牛来了。这次生死论输赢，给我拿下他的项上人头！洗好脖子等死吧！铁帮主，之前说打败柳媚娘就算我们赢，你现在怎么出尔反尔？就是，你们青龙帮还讲不讲规矩？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这次能活下来，算赢。生死战，铁牛可是青龙帮第1高手，打败他实属不易，还要以死论输赢，这不是让陈峰送死吗？铁牛一招断魂斩，难于无人能接住第2刀，他们青龙帮摆明了是不给我们活路，太欺负人了。你们青龙帮还真是一丘不貉，都喜欢出尔反尔。我就是不讲规矩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有本事杀了铁牛啊！娘，陈峰哥的伤还在流血，他怎么可能打败第1高手啊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小风，你娘这辈子只希望你能平安娶妻生子，三姨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慢着，三姨，这5年来，你们母女处处照顾我，护着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有事。杜老板，你现在考虑我之前的提议，伺候我还不晚。你做梦！请吧。你这么急着去死，那我就一刀结果了你！空手接百刃，面对铁牛这么强劲的力道，他竟然临危不乱，还能徒手接刀。这个陈峰绝非表面那么简单。没想到小小的酒坊竟然有人能接住铁牛的断魂斩。莫非这陈峰有什么深不可测的来历？铁牛，我不管他是何人，今日我要他死，不然你们雌雄双煞就改名雌雄双飞吧。有把的蛮力，可惜在我面前不顶用。亏了！铁牛用追魂刀，陈峰只拿根棍儿，根本抵挡不住追魂刀的威力啊！是啊，而且你看，陈峰只能抵挡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他不会是酒瘾犯了不行了吧？娘，陈峰哥的伤口肯定又崩开了，才只有招架的能力。小风，你的伤！无妨。他撕开自己的肚子，泄了丹田之力，居然还能跟铁牛打到现在。撕开自己的肚子，什么意思？我之前跟他过招的时候，他亲手撕开自己的肚子，从里面取出一块破铜烂铁后，才实力大增的。取出一块？难道是铁锁丹田？铁牛，趁他丹田之气还没恢复，送他上路。受这么重的伤还硬撑，你一个酒坊小伙计，一个月能赚几块大洋？玩什么命啊！你们这些强取豪夺的人，永远不会懂。出手不全是为了利益。娘，什么是铁锁丹田？习武者的一种封禁法门，
用外物压住丹田气息，使武者无法运行丹田之力。是什么人会对陈峰哥这么残忍？蠢货，你连件臭手的兵器都没有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武者输赢不在兵器，只要心中有武，万物皆可承认。哈哈哈！大刀对断棍，你是找死的节奏。一寸短，一寸险。铁牛，你搞什么？进攻，弄死他！此人丹田受损，却抵挡之大，速度之快，让我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的短棍比你断魂刀威力如何？我铁牛号称雄煞，下手黑，力道狠，就不信对付不了你区区小伙计！看杀招，断魂斩！娘，陈峰哥打败铁牛了，他打败青龙帮第一高手了。没想到师姐潜心培养的读书人，竟然是个练武奇才，太解气了！铁牛都被打倒了，那可是青龙帮第一高手雄煞呀，输得一败涂地。陈峰，我们赢了，按照约定，请你带人退出杜家酒坊。我说过，活着的算赢。铁牛还没死呢。铁牛已经败了，你们还不肯认输，非要一方死。没错，想让我们不收购杜家酒铺，他们两个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陈峰打赢铁牛已经倾尽全力了，还非得杀了他。陈峰连败2名高手，力气早就被消耗殆尽了，再打死的还不一定是谁呢。小峰身上有伤，若是再打下去，恐怕气力都要用尽了。裴帮主，小峰已经连挫你2名高手，你又何必咄咄逼人？本来是你陪我睡一觉就能搞定的事儿，可是你非要弄得这么复杂。现在好了，我跟你杜家久长，不死不休。娘，陈峰哥看着伤得很重，他会不会死啊？三姨，芊芊，我没事，这点小伤还要不了我的命。丹田有损，连败2名高手，居然还能站在那儿气息平稳，实力不仅在我之上，就算我和刘麦娘联手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你到底是谁？杜家酒坊小伙计。我不相信，我绝不相信你只是一个小伙计，连挫我3员大将，你居然还说你只是一个小伙计，你当我是傻子？我们杜家一个伙计都能力挫青龙帮3大高手，你还有什么本事在这叫嚣？铁牛，今天不是他死就是你亡，你自己选。娘，雷震天是想车轮战累死陈峰哥吗？他们这是想趁人病要人命，彻底摧毁咱们酒坊。不然，为什么提起青龙帮人人畏惧？他们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。小峰，咱们不打了，大不了酒坊我不要了。老板娘，云帮主，我答应你把酒坊。三姨，他们得逞，纵容他们为非作歹，只能让他们的气焰更嚣张。可是我不能为了酒坊就不顾你的死活啊！我死不死无所谓，我要他们死。好小子，够嚣张！今日我就与你一决生死！他的棍再进半寸，铁牛就没命了。
小风竟然有3次机会杀死铁牛。娘，你是说，如果陈峰哥想要杀了铁牛，他有3次机会？没错，3次机会。只要小风的武器再进1分，铁牛必死无疑。没想到平日里看着像一堆烂泥的陈峰，竟然有这么高的功夫。深藏不露，陈峰深藏不露啊！没想到小小酒坊竟然卧虎藏龙，我还真小看了他们。帮主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个小伙计邪门的很，还不是你们废物！娘，陈峰哥有3次杀死第1高手的机会，他为什么都放过铁牛了？小峰每次出手带着狠劲儿，可是每次都饶过对方。我想是他的心中心存善念。为什么还不杀我？你等什么？曾经我以为习武就是打败弱者，争强斗恨。可是我娘告诫我，习武的意义不是为了获胜就随意打打杀杀。你以为不杀他，我就会放过你们杜家酒坊吗？雷帮主，按照你的赌约，铁牛已经被杀死了3回了，你还想反悔？今天我来，不管你们输赢，我都是要带走酒坊地契和配方。原来你从没想过放过我们。没错，还是那句话，巧取不成，我就好赌。南域所有酒坊都是我青龙帮的，谁敢不从，那就是自掘坟墓。雷震天，你欺人太甚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今天我收下你们所有人的信，谁来报应我，一起上，杀了他们！习武不是为了恃强凌弱、争强斗恨，是为了保护家国大义和需要保护的人，这是我娘教我的道理。今天我就要用我的功夫保护杜家酒坊和所有人。给我杀了他！娘，陈峰哥好厉害！没想到小峰竟然有这么一身功夫。5年前他来投奔我的时候奄奄一息，我还以为他弱不禁风呢。为什么一定要吞并酒铺，强取酿酒配方？因为中州商会赵总长要在南域成立分会，所有酒坊都要为他所用。成立商会？陈峰，你能打又能怎么样？赵总长背景深厚，我不信你敢跟他对抗。我不管什么赵总长，什么背景，我只知道这里有我要保护的人。哼，你以为你是天下第一，能打遍天下吗？我就是一个小伙计，但是我今天保护了我想保护的人，这就足够了。现在带着你的人从这里滚出去！好，走着瞧，赵总长就要来了，你们会后悔的。走。陈峰哥，你赢了，赢了！谢谢你替我保住了杜家酒坊。三姨，5年前你收留我照顾我，你们早就是我的亲人了，保护你们是应该的。陈峰，之前误会你是个烂酒鬼，是我们不对。对，是我们不对。你们说的也没错，我以前的确是个烂酒鬼，不过从今天起不会了。好了，大家都受了伤，赶紧去上药吧。特别是小凤，你丹田的伤。峰哥，我有爹留下的金创药，你快跟我来。
杜老板，中州商会的人来了。周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慢慢说。我原定送货去北域，尚未出发就被中州商会赵大少拦下。他肆意评判酒水口感，直接将整批货物砸毁，还强行索要酒坊管理权。交给商会管理，我们还保有酒坊经营权。根本没有自主经营权，酒坊已然划归商会，我们只能沦为共拥。这根本不是行业统一管控，分明是强行侵占私吞产业。听闻赵总长组建商会，实则为大帅府筹措军饷，购置粮草军火，名义筹饷，实则官商勾结，压榨百姓，血汗钱财。早听闻外敌进犯疆域，各地全力备战，中州官府大肆征兵征粮御敌。这般局势之下，我们本分做小生意的人还有安稳活路吗？一碗牛肉面，不加葱花。好，客官请稍等。站住！咱们打个赌，你说，一会儿你爹端上来的牛肉面有没有葱花？客官，你的面好了。没有葱花。爹，你醒醒！我不吃牛肉。大少爷，青龙帮的人来了。大少爷，您来怎么不提前通知我接您啊？不是让你们招揽各家酒坊加入商会吗？怎么就你们几个？大少爷，这件事有些不太顺利。不顺利？大少爷，这事儿不怪我们青龙帮，是杜家酒坊一个伙计带头抵抗，不肯把作坊交给我们。我问你了吗？是。你这个南域清道第一把交易的青龙帮帮主是干什么吃的？大少爷，有话好说，好说。一群废物！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，让这南域所有做酒水生意的商户都滚过来见我。3天内，把酒坊和配方交到商会统一管理。大少爷，商会从没管过我们的作坊啊，交出去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产业了。是啊，各家配方都是祖上传的，不外传。老子做事要你教！收了配方，我们真的没法活了啊！这回清静，谁还没听懂我话？我只管收缴配方，你们的死活跟我没关系。都给我滚回去准备！配方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，交出去还叫什么杜家配方？杜家酒坊把青龙帮的人都赶出去了，他们肯定有高人指点。对，找沈老板商量对策去。好。眼下内忧外患，生意本来就难做，还要叫酒坊配方，一家老小都要喝西北风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沈老板，你保住了自己的酒腹和配方，求求你也帮帮我老头子吧。不是我不想帮你，只是
沈老板，沈老板，沈老板，你帮帮我们吧！沈老板，沈老板，沈老板，沈老板。可是我们也是小风拿命打败青龙帮才抢回来的。小风，沈老板你就别诓我们了。这个小伙计我知道，整日醉如泥。现在说，怎么可能从青龙帮手上保住你们杜家酒坊？青龙帮不但人多势众，还有3大高手。他一个小伙计儿，怎么可能打败他们？既然你们不信我娘的话，还来求我娘干什么？我们这不也是没办法吗？南域以酒业为主，要是都被他们收去配方，大半个南域的百姓都得饿肚子。可是小风，三爷，我考虑考虑吧。那好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娘，陈峰哥好像有心事。师姐是名门淑女，不喜欢江湖争斗、打打杀杀。5年前意外离世，我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死的，但是我猜跟小峰不愿出手有关。阿香姑娘，你爹今天不出摊了吗？我爹他被人打死了。什么？你们不能砸呀！商会赵大少看上了你的铺面，限你现在就滚出去！几位好汉，能不能跟大少爷说说，我们全家老少都指着这个酒馆糊口，你们收去了，我们全家只能等着饿死啊！饿死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有本事你找赵大少说理去！他居然这么明目张胆的强取豪夺！三姨，小风，你有没有看到芊芊？我没看到芊芊妹妹，她怎么了？她……老板娘，有芊芊的消息了。我们按照大小姐平日去学堂的路找了过去，都没找到大小姐。但是我们在去学堂的路上捡到了这个。这是芊芊的耳环。我们还打听到，今天在学堂附近有一伙青龙帮的人绑走了一个女学生。难道是芊芊？沈三娘，有贵客到了。雷震天，他还来干什么？不知雷长主又来，所谓何事？昨日我来招募杜家酒坊借商会，沈老板一口回绝。今日赵总长之子赵大少亲自登门商讨，沈老板不会还这么不识趣吧？赵大少，赵大少，家中出了点私事，恕我不能奉陪。杜老板所说的私事，可是指这个？我女儿的耳环怎么在你手上？杜老板，现在能探讨杜家酒坊加入商会的事了吧？是你绑走了我女儿，对不对？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冷静点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交出酒坊和配方。昨天我们已经按照青龙帮的规矩打赢他们了，今天你们还来纠缠，到底有完没完？你就是昨日打败青龙帮3大高手一战成名的武林高手陈峰，我只是杜家酒坊的一个小伙计，不是什么武林高手。你敢坏本少的好事，有几颗脑袋？赵大少，南域有南域的规矩，出现纷争比武解决。昨日小飞也是按照南域和青龙帮的规矩行事，你为何还要抓我女儿？赵大少他说的不假，想要在南域征服人心，只能打败对手。好，既然你们不服，那就百类比武打服你们。只要他参加，
我就放了杜小姐。三姨，阿龙阿虎去查芊芊的下落了，你别太担心，我们一定会救回她的。小飞，今日赵军烈举办比武，我担心其中有诈。聂大少，今日比武胜出者，当真可以不交出酒方和配方，跟我讨价还价？你是不是找死？大少，咱们创立商会是要谋财，垄断酒水产业，没必要跟所有人为敌，影响咱们后面的计划呀。哼，若不是我爹还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，我把他们都毙了。是。我爹为发展南域，特意在此设立商会，可是有些人不识好歹。而我这个人呢，喜欢以德服人，所以今日按照南域规矩设立比武，赢了可以不交出酒方和配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带来的人可是有望参加武林争霸赛的高手。聂大少，我们已经来了，你什么时候放了我女儿？急什么？杜小姐在我那儿好吃好喝的招待着，等比武结束，我自然就放她回来。谁先来？竹叶青酒坊，林长天请教。在下段鹏，林掌柜，我劝你现在就认输。认输？你不是本地人，恐怕不知我们南域民风彪悍，人人习武。比拳是我比不过商会，但是比拳脚，我自认还是有些手段的。林掌柜祖上是做镖局生意的，林家虽然比不上青龙帮几大高手，但一般练家子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是啊，那个姓段的，一看就是个泥腿子，还没动手就想让林掌柜认输，也太狂妄了。这个段鹏来者不善啊！看招！胜负很快就出来了，林掌柜这身手定能胜过那个段。也让中州商会知道，我们这些南域商户也不是吃素的。小飞，你说林掌柜有胜算吗？没有。没想到林掌柜这样的武者，3个回合就败下来了。这个段鹏果真来者不善。他那一脚竟然震伤了林掌柜的武，这不是比武吗？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拳脚无眼，怕死的就认输。段鹏防守只是在摸清林掌柜的路数，好用一脚之力让他重创，再无迎战能力。比武的目的果然不简单。老板娘，找到芊芊了吗？大小姐被关在青龙帮，有众人把守，我们进不去。青龙帮内形势复杂，看来只有打赢他们这一条路了。可你们这哪是在比武，简直就是在杀人！不服的、不想加入商会的，上来说话。我来。又上来一个送死的。他腿力凶险，一招制敌，看来他的弱点是上盘。这次咱们肯定赢！看他们还嚣张，抢我们的配方和酒府，做梦！他看出了段鹏的弱点，他也不是段鹏的对手。陈峰，你怎么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啊？是啊，那个段鹏明明只有招架能力，没有还手的余地。什么段都可以段跑。不堪一击，还有没有能打的？
下手如此狠毒，你欺人太甚！那是他技不如人。况且，你们当初谁说过比武不能有死伤？强词夺理，比武点到为止。可是你每次都打残别人，你算什么习武之人？没错，对，强词夺理，枪枪铁手吧，就是给我说着，是啊，都给闭嘴！老子就强词夺理了，有意见？能比比，不能比，交出配方和酒方，滚蛋！一群乌合之众！你们这边就这点手段，也好意思号称民风彪悍？依我看，左手挑出配方，就此离开吧。等一下，还把你忘了，你可是打败青龙帮无敌手啊！怎么，当起缩头乌龟了？也行，那就把那个水灵灵的沈小姐留给我自己享用。我跟他打，但是我现在就要见到芊芊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先打赢了再说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先打赢了再说。小风，三娘，没事。我今天不但要救回芊芊，还要保住南域的酿酒产业。怎么比？听说你出招很快，那就比兵器。好，就比兵器。段鹏的拳法和腿法毫无破绽，他选唐刀刀法肯定不会差。陈峰既然选了短刃，恐怕不会是段峰的对手。老板娘，陈峰怎么选短刃？这不明显处于下风吗？你已经打了2局，公平起见，我让你一只手，开始吧。小子别太嚣张！你伤了林掌柜他们，我也要以此之道还施彼生。别以为你打败了青龙帮那些废物也能打败我，10个那样的高手加一起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那就别废话了。陈峰怎么一直躲闪不进攻啊？他是在摸清段鹏的路数，然后一招制敌。可是段鹏的刀法太快了，根本看不清啊！你怎么还不出手？是不是怕了？连还手都忘了？既然你急着输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那就别废话了。陈峰赢了！陈峰赢了！段鹏，起来接着打！你不但受了内伤，穴道还被我封住，继续打，你会变成一个废人。我是北域第一高手，我不会输！小风赢了，他果然没让我失望。陈峰好样的，替我们这些老家伙扬眉吐气。是啊，他用同样的套路，不但打败段鹏，还替我们报了仇。废物！陈峰，我之前倒是小看你了，段鹏可是北域第一高手，竟然败在你一个小伙计手上。好说，你之前说打败段鹏就放了芊芊，我已经打败了，放了芊芊。你的确有点本事，就是太急躁，比武还没完。赵军烈，你出尔反尔，真卑鄙！我就卑鄙了，你咬我啊！我就卑鄙了，你咬我啊！好，我今日就奉陪到底！多耽误1分钟，芊芊就多一份危险。
还有能打的吗？一起上吧！小子，你别太嚣张，我亲自会会你。赵军烈亲自上，听说他的鬼脚在中州无人能敌。中州是武林高手的核心地，能做到无人能敌的地步，实力那得有多恐怖？而且他手上有枪，陈峰这次太自负了，恐怕要输啊！好久没动手了，希望你一会儿能多撑几个回合，别太早被我打死。陈峰连赵军烈都要打败了，现在胜负未可知，何况他还留有后手。今日我要你死！老子不会输！小飞，你不能杀他！来啊，杀了我！小飞，你不能杀他！那就带他去青龙帮要人，有他在手，我就不信青龙帮不放人。没想到连赵大少都不是陈峰的对手。谢谢陈兄弟，你替我们南域人保住了饭碗啊！我们南域的酒坊和酿造配方保住了。你什么人？敢动我的儿子！芊芊，娘，娘。赵月，这个人怎么有些眼熟？他的儿子，莫非他就是中州商会总长赵月？中州商会总长赵月。芊芊，娘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废物！让你招募商户加入商会，你就是这么给我招募的？你就是杜家酒坊的那个伙计？废物！让你招募商户加入商会，你就是这么给我招募的？你就是杜家酒坊的那个伙计？正是。此人的眼神，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？赵总长，大少抓了我女儿，逼我们比武，决定是否加入商会。我们赢了，是不是可以放了我女儿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你们抓了我儿子，又怎么说？好，那就一起放人。一起放？你想的未必太简单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负荆请罪。凭什么？明明是大少要求比武的。没错，我们已经赢了比武，是聂大少不守规矩，居然用枪想要逼我们就罚。况且加入商会本就是自愿，聂大少不但强制逼迫，还挟持杜小姐，本来就是他的错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加入商会是为了大家考虑。外强侵略，民不聊生，百姓饭没饭吃。大家加入商会统一管理，把酒水远烧东洋，这样可保南域百姓生计。原来是这样，难道是我们误会聂总长了？我的确听说，其他几大域受战火牵连，饿殍遍野，咱们这些消耗大批粮食的酒水生意，就更没出路了。所以，我保证，只要你们加入商会，我会把酒水卖出一个好价钱。当然，除了你们该拿的那份，剩余的钱就要捐给救国军购买战略物资，来保护我们的家园。这么说来，总长的确是在为我们考虑，不但让我们保住了利润，还有钱支持护国军把外强赶出去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就算你不说，我们这些人也该为保护自己的家奉献一点力量。我愿意加入商会，把我们酒坊的酒卖出去，捐赠救国物资。我也愿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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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此说来，加入商会的确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，只是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沈老板，请沈小姐去青龙帮喝茶，的确是我儿的错。我在这里替他给你赔个不是。我现在就把沈小姐放了。娘，芊芊，他们为难你吧？但是，国有国法，邦有邦规，你们伤了我儿子，是不是要给我个说法？聂总长，既然都是误会，我愿意加入商会，还请不要跟我们计较。三爷，好，杜老板果真是女中豪杰，我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。你们怎么绑了我儿，就怎么放了他，这件事儿就此作罢。娘，陈峰哥绑的人，再让陈峰哥解绑，这不是羞辱他吗？陈兄弟，就劳烦你动动手吧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别伤了和气。是啊，聂总长也是为我们南域百姓考虑，你不妨你受些委屈，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与赵会长闹僵，那整个南域的商铺还要不要做生意了？我们是杜家酒坊的人，我们来解。等会儿，说绑就绑，说放就放，你们当我赵军烈不要面子的吗？看赵家公子的意思，这是要为难陈兄弟啊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他亲自解。好，我来解场。姓陈的，你的傲气呢？还不是得乖乖向我低头？赵总长，绳子我解开了，还希望你说到做到。那是自然。我保证，诸位加入商会，生意会越做越好，钱会越赚越多。好，感谢赵总长替我们着想。有赵总长带领我们南域也能替保护国家出一份力了。诸位，我替数十万救国军感谢你们的付出。赵总长，
如果加入商会是为了给救国军筹措物资，我们这些商户上当仁不让。但是我希望不要再出现之前那样打砸抢、为难商户的事情发生。这个赵某可以保证，加入商会是自愿的。之前犬子行事不妥，回去我定会好好训教一。我在商会等你们带着自己的酒坊房契和配方共谋发展。蠢货！很好，短短几个时辰，就有10几家酒坊和几十家商铺加入了咱们的商会。多谢山本先生夸奖，用不了多久，南域盛名的酒水配方就都是我们的了。而且那些酒坊生产出的好酒都会运往东江，赚取更高的利益。我带来的那些东江货也要尽快让那些商户销售出去，这样我们的真正目的才能早日实现。是，可恶的东江狗，不但要抢我们的酿酒技术红利，还想用他们的垃圾赚我们的钱。更可恶的是，要用那些垃圾控制南域人，成为他们的奴隶。既然决定放下过去，也该收拾一下自己，振作起来。师傅，剃头、刮胡子。好嘞，您稍等。老人家，喝的是徐记烧刀子酒吧？客官好修觉，正是。只是以后喝不到了。徐记酒馆加入了商会，以后都只卖东江酒了。东洋酒？那些东江酒不但难喝，价钱还是之前的2倍。还有那些商行、杂货铺的烟酒、糖茶，也都换成了东江货。你说东江玩意儿哪有我们自己的好？赵总长不是说加入商会发展南域酒水业吗？酒馆怎么都换成了东江酒？给我喝一口，求求你，再给我喝一口吧！孩子他爹，孩子他爹！孩子他爹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看看像什么样子啊？陈峰何时做胡主往下看了一下，李二原来就贪堆，有点闲钱就去打酒喝，可是也没见他喝酒成瘾变成这样啊。
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是酒有问题。我听说赵总长推行的东江酒里掺了能让人上瘾的东西，只要沾上就戒不掉了，不喝就变成他这样的废人了。莫不是老辈人说的能让人上瘾、摧毁人的意志的违禁物黑疙瘩？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嘘，这不是我们这些人能议论的。走走走。控制人精神意志的违禁品，难道这才是赵月的真正目的？先生，您需要点什么？掌柜的，咱们店里之前卖的都是国货，现在怎么都是东江货？唉，这不刚加入商会，商会就派人换了我们店里所有商品，说是造福南域百姓。加入商会后，被迫换的。这些东西的价格是国产货的2倍，老百姓哪儿买得起？我这儿还好，顶多是我一个人赚不到钱饿肚子。可是药铺、医院也都卖东江药，这不是要百姓的命吗？你说的这些铺子都加入了商会。是啊，也不知道商会搞什么。不过他说是为了护国军募捐，咱们也不能拖后腿，不是？不对，总感觉哪里不对。娘，阿龙阿虎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他们的症状很像是中毒。小风，你是说他们中毒了？而且是让人上瘾、意志沉迷的毒。跟我猜想的一样，当年虎门硝烟声势浩荡，没想到如今这害人的东西又流传到了南域。原来是，可是娘，阿龙阿虎怎么会中这种毒？竟然是他！是他们服的跌打药，里面被人掺了毒。那些加入商会的酒房出售的东江酒和药铺、医馆卖的药都出了问题。我怀疑那些杂货铺出售的东江货也被人做了手脚。娘，我在学校听说，东江人不但用药物控制我们，还到处侮辱我们。难道他们的手伸到南域了？这些东西出问题，都是在商户加入商会后。我怀疑赵总长跟东江人有勾结。还好，阿龙阿虎出事，我还没来得及把咱们酒铺的房契和配方送出去。看来商会的目的绝非赵总长说的那样为国为民。娘，那阿龙阿虎怎么办？咱们没有解药啊！我现在就去医馆，逼他们交出解药。小凤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芊芊，你留下照顾他们，实在控制不了，就找绳子绑住他们。买不起药的穷鬼，还敢来我们医馆闹事？明明是你们药不管用，还治坏了人不肯承认。小子，说话要讲证据。
医馆可是商会旗下的，怎么可能治坏人？我看是你们这些穷鬼买不起药，想要讹账医馆。怎么回事？老板娘，阿龙和阿虎在医馆治伤，可是服用他们开的药后，不但伤没好，还全身像有蚂蚁在啃咬一般。我们去找医馆质问，他们让我们继续买药，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同样的患者掏空家底喝他们的药，病不但没好，还越来越离不开那种药。果然，中毒的不仅仅是阿龙和阿虎。你们是医馆的人，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解释？你们这些低贱的贱民，用不起我们东江的好药，就来诬陷我们。现在，就算你们出4倍的钱，我们也不会卖给你们药。除非你们从我的胯下爬过去，否则就等着你们的人活活难受死。你们是东江人？东江人？知道这2位是东江人，还不赶紧跪下道歉！他们害我们南域人被药物控制，你还要我们给他道歉？马天彪，你是想做东江人的狗吗？那又如何？他们可是东江人，就算你的功夫再厉害，你敢跟东江人作对？你，老板娘，没有药，阿龙和阿虎怎么办？那是害人的东西，绝不能让阿龙阿虎越陷越深。是我们特意为你们制作的大补丸，你们会求着我们买的。我们是不会上你们的当，被你们用药物控制的。求求你们再给我们点药吧，我难受的要死了。就给我们1口也行啊，求求你们了。阿龙、阿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娘，他们忽然变得力气很大很暴躁，我没办法绑住他们。愚蠢的南域人，看到了吧？你们的人现在求着我们把药卖给他们。阿龙、阿虎，你们有点骨气，给我站起来！你走开，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难受的又不是你。求求你，把药卖给我们，你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。看在你们求我这么诚恳的份上，只要你们钻过我的胯下，大喊3声你们是废物，我就卖给你药。我钻，我钻。小刘、小赵，把阿龙、阿虎拉去库房。放开我！老板娘，求求你，让他们卖给我们药吧，他就丰收了。老板娘，如果你愿意跪下求我，我也会让你尝尝大补丸带来的欲仙欲死的美妙感觉。陈峰、杜老板，他们不用一招一式就能让你们的人臣服，你们现在还认为替他们做事是件丢脸的事吗？你们这些人欺人太甚！
陈峰，你竟然敢打东江人，你死定了！马天彪，金沙先生，您没事吧？地界的毒牙精，你竟敢打我！孩儿们，这是我南域的地盘，容不得你们这些东江在这撒野。我们不但要撒野，还要让你们这些弱小低贱的南域人都臣服在我们的脚下。还要让你这样强的沦为我们的玩物！拿开你的脏手！贱人，你敢打我，今天我就要将你剁成肉泥！三姨小心！娘！敢打我们，你们知道后果吗？我不知道打你们有什么后果，但是我知道你们欺辱我们有什么后果。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。蛇哥，你们敢动东江人，就不怕迁怒东江人，让他们的军队攻进城吗？赵总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沈老板，他们是来跟我们做酒水生意的，是来帮助我们繁荣昌盛的，你怎么能得罪他们呢？你还不赶快给东江人赔个不是？快呀！让我给他们道歉，休想！就算是死，也休想让我们向东吴江人低头！我不知道什么是毒物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了，我只知道你们得罪了他们，是在砸南域人的饭碗，是在砸酒水业的饭碗。我劝你最好现在、立刻、马上给这二位道歉。让我给他们道歉，休想！就算是死，也休想让我们向东江人低头！沈老板，我劝你们明天日出前带着你们沈家女儿红的配方来商会给他们道歉，不然后果你们承担不了。还不赶紧送井上先生回去？是。井上下手，田中先生，请。井上先生，请。请。嘿，我要你们跪在商会门口道歉，不然我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知道你能打，但是你打得过东江浪人，打得过东江军队吗？哼，懦夫！娘，难道我们真要向东江人屈服吗？我们都被赵月骗了，他根本不是在为我们南域着想，而是想给东江人当狗，控制南域人，为他所用。曾经我以为成为天下第一，就不会被人看不起，被人欺负。可是现在，我的国人、亲人都在被人欺负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我算什么天下第一？芊芊、小飞，守好酒坊，我去跟其他商户商议一下，绝不能让赵月计谋得逞。娘，我打听到了，城南和城北大火，是有人烧了东江人藏有违禁品的仓库。青龙帮的人和商会的人正在到处搜放火的人。芊芊，小峰在房间里吗？我刚才去找他，他不在房里。娘，你是怀疑仓库是陈峰哥烧的？城南城北相距较远，同时着火，不可能是小峰一个人所为。三姨，芊芊，
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没休息？小风，你去哪儿了？三姨，我……好了，你不用说了。芊芊，去娘房里把那个包袱拿来。是娘。小风，你喜欢芊芊吗？三姨，芊芊一直很喜欢你，你是我师姐的儿子，把芊芊托付给你，我放心。小风，等一下。你这孩子从小就不知道打理自己，这一走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。三姨给你剪剪头发，剃剃胡子，出去别丢了我酒仆的人。小时候你娘最爱给你收拾，说你头发又硬又卷，跟你爹一个样。可惜啊，三姨手艺不如你娘。三姨，哎，别说话，让三姨好好看看你。好孩子，精神多了。娘，这里面有100块大洋，还有我师傅留下的女儿红酿造配方。拿着这些东西，带芊芊离开南域。娘，我们离开南域，你怎么办？不用管我，配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，绝不能落在东江人之手。你们俩现在就出城，务必保护好配方。走。三姨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今晚南城的仓库是我烧的。你以为你不烧仓库，赵月和东江人就会放过我吗？我这辈子没什么牵挂，只有芊芊和配方。我现在把他们都交给你，你一定要替三姨保护好他们。可是，你要还认我这个三姨，就听我的话，走。娘，芊芊和配方是三姨最重要的东西。有他们在，三姨永远会被牵制。芊芊，我们走。沈三娘，交出陈峰。雷帮主，深夜造访，不知所为何事？沈三娘，别装糊涂了。今晚南城和北城仓库被烧，是陈峰干的吧？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帮主，陈峰不在酒坊。沈三娘，不交出陈峰，他们和赵总长那里交不了差，咱们都别想活，只能委屈你跟我们走一趟了。带走。赵所长毁了我们的仓库，破坏我们大东洋的计划。你这个商会所长就别想成为南域的土皇帝。山本先生放心，我一定会揪出败者，杀鸡儆猴。帮主，你说陈峰真的会来吗？赵总长绑了沈三娘和南域大批想要反抗的商户，不信陈峰不出现。可是，以他的实力，恐怕你我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废物，怕什么？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还怕抓不住他？对，抓住陈峰就是大功一项。嘿嘿，等赵总长在东江人的帮助下坐上南域城主的位置，我们也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。我们青龙帮在南域盘踞多年，这个城主之位哪轮得到赵月来做？帮主的意思，您只是借助赵月的关系攀上他们，然后除掉赵月父子，您来做南域城主的位置。帮主的意思，您只是借助赵月的关系攀上东让人，然后除掉赵月父子，您来做南域城主的位置。你小子脑子总算开窍一回。陈峰，你还真敢来！我为什么不敢来？陈峰，你自投罗网，今天死定了。就凭你院子里安排的那些酒囊饭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，你们的人都被我处理干净了。铁牛、刘梅阳，帮主，咱们的人都被陈峰除掉了。一群废物！铁牛、刘梅阳杀了陈峰。雷帮主，恕难从命，我们可以为你卖命，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你勾结东江人残害同胞。你们想造反？勾结外强残害同胞造反的不是你吗？我们只是不想同流合污而已。陈兄弟，沈老板和商户被关在东江武馆，给东江浪人当靶子了。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快去救人。二位，今日能联手抗敌，他日我们必是兄弟，保重。今日你我雌雄双煞，也干一件让后人称快的事儿。好啊，上！
你这样的废物，只配给我当靶子。沈老板，还有谁来跟我打？只要赢过我，我就放你们走。你们这些东江人，别太嚣张，我来。哼哼，既然你想送死，我成全你。不把你们赶出南域，我誓不为人。不堪一击，连我一根手指都挡不住。还有谁？等一下，还有我，赵大少。我来讨教。军烈，你在干什么？爹，你知道我在干什么？为了巴结这些东江人，你不惜拿亲儿子做药物实验。没想到赵月为达目的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，简直是……赵总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山本先生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逆子，我命令你马上回来！自从我被山本用药控制，变得暴戾嗜血，活得人不人鬼不鬼，我早就厌倦了这样苟延残喘。我不能再亲眼看着你们残害其他人。被药物控制的药人，就让我试试是你的威力。赵大少，赵大少，你不能再打了，不然你会被打死的。果然是废物，就算成为药人，还是不堪一击。再没人站出来，就将你们都杀了。还有我。小风，谁让你来的？快走！三姨，赵月抓了我们，就是要逼你出来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陈峰，原来是你！5年前我没能打败你，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！5年前杀我娘和沈家满门的人是你！哼，没错。可惜当时我没对抗你这个天下第一的能力。可是如今我有东江人帮忙，你死定了！赵月，今天我肯定不放过你。什么狗屁的天下第一，你们就是一群废物，在我们东江人面前弱小的可怜，只配给我们当狗。
陈峰，小心他的腿！看在你火烧城北仓库的份上，你杀害面摊老板的账，我先不跟你算。今天就让我把你这个天下第一打成天下第一废物！一起上，杀了他！三姨，你没事吧？我们的人马上就要攻进城了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陈峰，你以为我们设这么大的局会没准备吗？那又如何？我死之前一定拉上你做垫背。就算你是天下第一，出手快、准、狠，能避过子弹，那他们呢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被打成筛子。我看谁敢开枪！放他们走，不然咱们就都别想活。军烈，我可是你爹，你敢背叛我？爹，我只是在替你赎罪。带他们走。我不能走，东洋第一武士佐藤带着人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你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。他来的正好，就让我这个大夏天下第一会东疆第一武士。走！小风，你要小心。赵月，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。山本先生，只要杀了陈峰，那些乌合之众成不了气候。哼！赵月，当年比武是我年轻气盛，但我自认没有违背道义。你为什么杀我全家？怪就怪你太狂妄自大，废了我一只手，让我再也无法练武，还害我爹输在你一个后辈手上，颜面尽失。既然这样，5年前这笔账就在今天小结吧。结吧。陈峰，你杀了我，你也逃不掉。我死前肯定除掉你这个卖国求荣的败类。不愧是天下第一，有点实力。陈峰，佐藤先生来了。佐藤家族世代都是最有实力的武士，至今为止从无败绩。今天你死定了！你就是天下第一瘦弱的矮子，不过如此。对付你们这些人，绰绰有余。狂妄自大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武术，我们东疆人是最强的。你们在我们面前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是吗？那今天
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大夏武魂。佐藤，杀了他！区区废物，还不配我出手！哼！你们先陪他玩玩。他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东疆最强的浪人？现在轮到你了。我倒是小看了你，不过都是些老掉牙的武术，在我眼里不过是花拳绣腿。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东疆人的厉害！弹丸小国也敢在我泱泱大夏面前逞凶！陈峰，我说过，在佐藤先生面前你不堪一击。佐藤先生，就是他破坏咱们控制南域百姓的计划，还放火烧了咱们的货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佐藤，你赵总长助纣为虐，这是他的报应。我早就不想跟着他干了。对，我们再没良心，也不能出卖同胞。我也不干了。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！赵月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就是你给东疆人当狗的下场。我杀了你！你们这些叛徒都该死！兄弟们，打死这条东疆狗！现在就让我结果了你，再迎接我东疆浪人攻陷南域吧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绝不会让你们踏入南域半步。三姨、芊芊，你们……大批东疆浪人堵住了城门，就要攻进来了。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，置城里百姓于不顾。没错，我和柳媚娘杀了雷震天和马天彪，带着青龙帮有血性的弟子，打算去城门跟东疆浪人决一死战。还有我们，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，我们也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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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赵军烈呢？他为了阻击浪人攻城，跳下城墙，跟浪人同归于尽了。他能及时回头是岸，以身殉国，倒也值得敬重。小风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？去城门保护南域。好，去城门保护南域。好，去城门保护南域。好，保护南域。娘，我曾在你面前发誓退出江湖，不再参与纷争。可是如今外强入侵，对我大夏百姓虎视眈眈。身为一名武者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我想你会支持我的。